紧急播报：云氏集团当家人云池因其子突发紧急肾衰竭，已重金携带顶级医疗团队赶往医院。情况更不容缓，必须立刻马上守路！我们赶紧，快去过！小野，你坚持着，爸爸不会让你有事的，爸爸不会让你有事的，小野啊！小野，你最棒，小野，加油啊！小野，爸爸，我真的好害怕。暖暖别怕，你要救的人是弟弟，等你救了弟弟，爸爸会跟你的孩子带你回去。我不要玩具，爸爸，我真的好害怕，我要妈妈。他发过时间了。暖暖，别任性了，将来爸爸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去吧。暖暖，快走！你们不能在他的手，我是他们保护不讨厌绝世。雨安，你别闹了！现在小野情况危急，能救他的只有暖暖了。这是你的私生子，凭什么牺牲我女儿的事去救他？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但是小野是无辜的，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吧？他无辜，那我的暖暖就不无辜了。他才5岁，还有凝血障碍，你拿了他一个生会要了他的命的。不会的，我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我向你保证他不会有事的。等救了小野，我会好好补偿你们俩的。我不要你的补偿，我只要他命。雨安，姐，我求求你了，救救小野吧！暖暖就算失去一个肾脏也不会死，但小野就活不成了。你也是个母亲，你体谅我，救救我的孩子吧！你让我体谅你，你爬我老公的床，用他的钱，还怂恿他割掉亲生女儿的肾脏，你有没有体谅过我？够了！错的是我，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我有权决定多少是肾脏，谁也来不及。也是，他也是你的亲生他也是我的孩子，我也很心痛，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是被逼无奈。你心痛，你无奈。你说你会做我永远的骑士，却是给了我一个小三和私生子。你说你要做暖暖的大英雄，那爸爸要做暖暖的大英雄，拉钩。来，拉钩，却是亲手将他的肾脏拱手送人。远，我没有骗你，我一直爱的都是你和暖暖，但小野是我的责任，他也是我的孩子，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吧？你放心，我对天发誓，只要小野做完手术，我就立刻把他们送走，好好的和你和暖暖过日子。大夫，手术很成功，肾脏移植非常顺利，只不过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面是排异高发期，能不能真正度过危险，就看这2天了。小野，立刻把小野找到高级病房，把所有人都调过去，在接下来48小时，所有人都务必做好准备。走，快！暖暖，
暖暖，暖暖，你醒醒，别想妈妈。医生，医生，怎么回事啊？妈，病人真的大量失血，已经引发急性心衰，血氧饱和度正在急速下降。我求你救救我女儿，你救救她，我求你！我是个实习医生，我做不了这种大型手术啊。那谁可以？谁可以做？你们不是医院吗？为什么没有人做手术？你救救她，我求你了！都这么晚了，所有医生都下班了，留下的值班医生被于先生带来的医疗团队都去13楼的宿舍病房照看云野少爷了。医生，夫人，不可硬闯。云总交代过了，在云野少爷度过危险期之前，任何人不得打搅。那个私生子的命是命，我暖暖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医生，你救救我女儿！云池，你这个畜生！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暖暖遇到危险的，你又骗我！曼子，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有事的。云总，嘘，吵什么吵？我有没有说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是夫人她不管什么人什么事儿，在小少爷没有度过危险期之前，都不能被打搅。再有下次，直接滚蛋！滚！是。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给我一个医生，救救我女儿！我求你们了，就给我一个医生吧。林总嘱咐过了，此地需要绝对的安静。夫人，得罪了。云石，你不能这么对我！暖暖也是你女儿，你救救她！张女士，不好了，你女儿不行了。暖暖，有没有？你别吓我！你别吓我！你看看妈妈，你别丢下妈妈！你看看我！你别丢下妈妈！预防包出院，张女士，您女儿云暖因凝血障碍和受感染，抢救不及时，于2025年7月2日晚11点05分决定死亡，请节哀顺变，尽快准备后事。醒了，醒了。太好了，小野终于活过来了。灰色空气的味道是错的，我们说好一起在梦里这座城。姐，云晨那个畜生呢？他去哪儿了？他在陪他的小三和私生子。别让他知道暖暖已经走。为什么？
这是我不久前在保险柜里发现的。什么？他居然让他的私生子和他明媒正娶所生的亲生女儿均分财产，他怎么敢的？当年他一无所有，是我求爸妈给他资源，把他举托成亿万富豪。现在他成功了，转身就把胜利的果实分享给别人。雨嫣，暖暖死了。按照遗嘱，他将来全部的财产都会留给那个私生子。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畜生，欺人太甚！姐，你放心，我会帮你拿回一切。记住，在他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之前，他还不配知道暖暖的死讯。好，我会瞒住他。对了，还有一件事，你帮我查一下。既然小野已经醒了，想必也没什么大碍。这里人那么多，也出不了什么岔子。我去看看暖暖。哎，廖，我问一下，有个叫云暖的小姑娘被移到哪个病房了？请不要告诉我丈夫我女儿的死讯，因为她不配。云冷她已经被江女士给接走了。什么？刚做完那么大的手术，雨安也真是这么折腾孩子。我的暖暖，这是爸爸妈妈和我，我们都是快快乐乐的一家人，永远都不分开。真的呀？那哪个是爸爸呀？这里。妈妈呢？这个。那你在哪儿呀？我在这里。江远，江远，你怎么能擅自把暖暖接走的？她才刚做完手术。终于想起你女儿了，不是守在那个私生子跟前分身乏术吗？雨安，我不是不来看暖暖，你也知道的，小野的情况比较特殊，危险期我不得不守在她身边。你看她一醒，我就立刻过来看你和宁宁了。所以
在你对小三母子关怀备至后，从指缝里露出的一点关系，我和暖暖就要感激涕零。你现在说话怎么那么刻薄啊？你以前说话可不这样。雨安，你明明知道我最爱的就是你和暖暖啊。你爱我和暖暖，那苏曼子和云野是怎么出现的？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那只是个意外。5年前我应酬时喝醉了酒，你怀着孕又不能出来接我，那是我太久没碰过女人了。我发誓，我对她没有半点感情，那次真的只是个意外。第二天我知道之后，我就立刻把她赶出了公司。可是我没想到她竟然怀孕了，还独自生下了孩子。这么多年，他们母子俩一定吃了不少苦。如果不是孩子生病的话，他都根本不可能来找我。云池，我真的不想破坏你和焦雨安的感情。要不是小叶生了这个病，我这辈子都不会带着他出现在你的面前的。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你能救他了。可小叶毕竟是我的孩子，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尽过当父亲的责任。现在他生病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吧？雨安，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况且我也说过了，只要小野的病医好，我就立刻赶他们走，好好守着你和暖暖过日子。我最多就是每个月去看看他了，你怎么就不知足呢？所以你酒后乱性，要怪我怀孕不能去接你，你对你儿子的亏欠要用我无辜的女儿去买单。你想过将来有家的生活，我理解不了，就是我不善良，我不大度。雨安，你非要这么讲话吗？你跟苏曼子真的只有酒后乱性那一回。云太太怀胎10月，把云总真是憋坏了。我替你把她喂饱了，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啊？你不过就是管不住你的下半身，既要又要，既舍不得家里的妻子小叶温柔，又舍不得偷情的4级快乐，既想享受其人之福，又不想丢掉自己的名声。是有人拿刀架着你的脖子逼你出轨吗？私生子是平白无故自己蹦出来的吗？你回答我！回答我！你是不是忘了你曾经的承诺？我今生今世从不负你。你说今生今世绝不负我，你是不是忘了你对暖暖的保证？爸爸要做你永远的大英雄，帮你打小怪兽，好不好？你说你会保护他一辈子的。云池，你背信弃义，亏妻弃女者百财不入，少退1万根针的，你就等着你的报应吧。雨安，你现在不够冷静，等你冷静了，我们俩再谈。那个，小野那边还需要人，我得马上回去。等那个你们的生日的时候，我再回来啊！我先走，我先走了。铺成纸笔，情字你写满你，花开十里，偏偏为你
就这一字一句一细的期许，为何你无言下结局？太太，遗物清理好了。这是小姐的骨灰盒，听说才5岁呢，真是可怜啊。父亲好像一次都没有回来过。不到记不得，心就肉成了团，被谁偷走？姐，你要的消息我查到了，云野的确不是云池的孩子。还有一件事，你帮我查一下。当年婚检的时候，云池查出了弱精症，苏曼姿那一代来得太容易了。我明白了，姐，我想办法做个亲子鉴定。我还查到苏曼姿是对家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5年前她接近云池的目的就是为了盗取云氏的生意气。现在她卷土重来，如果放任不管，云氏就危险了。云池啊云池，你也是个被人骗的朋友。哎，暖暖当然是爸爸最可爱的小棉袄了，也是爸爸最爱的公主。那爸爸要做暖暖的大英雄拉钩。来，拉钩。妈妈你就等着你的报应吧。阿迟，阿迟，你怎么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暖暖的生日。自从她做完手术，我就没去看过她。也陪小野这么多天了，我想今天回去看看暖暖。爸爸，爸爸不要走！你就再多陪会儿孩子吧，他才刚做完手术，很没安全感，老是做噩梦。你一不在，他就哭。爸爸，爸爸。算了，再陪他一会儿吧。小野，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这些年应酬喝酒，饮食没有规律，云池早就坏了身子。除了暖暖，他不可能再有别的孩子了。永远，永远有多远？可能就在眼前。思念，思念，穿多远？你也听不见。云池，衷心当你得知了所有的真相，这趟车为了一个盗取你公司机密的蛇蝎女人，为了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亲手杀了你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你会是什么心情？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能按照约定，在12点以前回家，也许你能在毁灭前提前知道所有的真相。
抱歉，雨嫣，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这个充满谎言和背叛的世界。它肮脏和虚伪的，让我连去声讨和报复的欲望都没有。现在，我只想去陪我的暖暖。他那么怕黑，一个人走在黄泉路上该有多害怕呀！请原谅我的自私自利。我是他的妈妈，无论他在哪儿，我都应该陪着他。至于云池，如果他连最后的约定都是一场骗局，你就帮我把他送进地狱。我得走了，你又要走了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陪她也已经够久的了。况且今天是暖暖的生日，我答应过要陪她的。可是小野他……够了，苏满子，我总不能只顾及小野一个人的情绪。暖暖已经给他全了身了，他也是我的孩子。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回云宅。远，接电话啊！你在干什么？我回来了，怎么还不接啊？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雨安，暖暖，我回来了。雨安，暖暖，我回来了。这咋还不开灯呢？喂，不好了，云池，小野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高烧惊厥，情况有些不好。说什么？你先别慌，我马上回来。姐，他又失约了。远，小野出了点急事儿，改天再给暖暖补过这个生日，爱你们。真是可笑，口口声声说爱，但每次重要时刻选择的都是小三和私生子，把背影留给你们。离婚吧。姐，你放心，我会帮你把他送进地狱。怎么不接电话啊？他吃，
你怎么了？雨安那边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看看。小野的情况还没稳定呢，你怎么能走呢？我又不是医生，我待在这儿也没用啊。孩子正是需要父母的时候，你待在这儿，起码他能安心一些啊。好啊，那好吧。不就是没回来给暖暖过生日吗？不至于啊，雨安，赶紧把离婚的话给我收回去。我们也没有预料到会放这么严重的排异反应。按道理来说，亲属之间的器官移植是不应该存在这种现象。不对呀，他们两个是亲兄妹。对对对，同父异母的兄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排异啊？这也不好说，个体有不同，只要配型成功了，不是亲属也可以进行移植的。现在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排异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患者会有危险的。治，不管花多少钱，用最好的方法治。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治疗方案是必须要得到捐赠者的血清，你们最好把捐赠者带到医院里面来。还需要暖暖的血清。雨嫣，你已经决定好这么做了。我姐和暖暖死得那么惨，我一定要替我姐报仇。好，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你。雨安，你们在干什么呢？他是谁？江雨安，你居然敢背着我找男人！你背着我在外面连私生子都有了，我为什么不能找男人？签了吧。雨安，可不一样。我知道曼泽和小野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但你也没必要找个男人来气我吧？这婚我不可能离，你想都别想。等小野的病好了，我就把他们送走。把他们送走就能改变你出轨的事实吗？就能抹去你对这个家的伤害吗？那你还要我怎样？算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个。暖暖的，现在小野的病情出现了严重的排异现象，只有暖暖的血清才能够救他。出事这么久，你都没有回来看过他一眼，现在一回来就是为了要他的血，你把暖暖当人看了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无情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那是他的亲弟弟。他认这个弟弟吗？你问过他的意见了？你自作主张割了他的肾，又要他的血，你还真当他是你想要就要的器官捐献库？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人命关天，出一点血又不会死，是吗？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你想要暖暖的血去救你的私生子，死都不可能。江雨安，你简直不可理喻！你干什么？闭嘴！小野还是个孩子，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亏我还一直以为你善良大方，是我看错你了。我告诉你，我也是暖暖的亲生父亲，我有权让他救人。暖暖，暖暖。暖暖呢？你把她藏哪儿了？怎么连房间都收拾干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江雨安，你别太过分了！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有权知道孩子在哪儿。走，我命令你立刻带我去找暖暖。放开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她是我老婆，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她可不是你老婆，她是我的女人。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拦你啊？江雨安，咱们俩还没离婚呢，
你就敢让你这个野男人来宣示主权了？总之啊，有我在，你别想动他一根汗毛。好，江雨，你可真是好样的。你在这跟我撒野没用，还是赶紧滚回去想办法救你的私生子了，否则耽误了病情，悔之晚矣。你是打定了主意要把暖暖藏起来了是吗？我可没藏。你要实在想知道暖暖的下落，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把你这个废。你怎么知道的？你以为你藏在保险柜里我就发现不了了吗？让你的私生子和暖暖拥有同等继承权，你怎么敢啊？月儿，你和暖暖已经得到我的人了，我能给小野的只有钱了。你说什么？你别恶心我了！一个背叛妻子、伤害女儿的人渣，狗都不要，谁会稀罕呀？何况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一无所有，是我用娘家的资源举托你上位，现在你出人头地了，转身就想跟别人分享胜利的果实，想都别想！立刻把遗嘱废了，名下所有财产转到我的账户上，然后把离婚协议签了。至于你，给我滚！江远，你真要跟我玩的这么绝吗？这事没商量，财产给我，签了协议，我就告诉你暖暖的下落。可恶！江远，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怎么回事？他还是不让暖暖过来救小野吗？他把暖暖给藏起来了，还逼着我离婚，还要我的财产，说不然的话就不让我们知道暖暖的下落。那怎么办？既然他要跟你离婚，那你就跟他离吧。不可能，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可医生说小野的情况不容乐观。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暖暖的。喂，给我查，把我女儿暖暖的下落查清楚。林总，全城所有的私立医院，包括老宅和幼儿园那边，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发现暖暖小姐的踪迹。原把暖暖藏得还挺深，24小时监控她的动向，看她会去哪些地方，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女儿。听说你那姐夫正在全城到处找你侄女，他永远也见不到。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姐，我想你一定不想和暖暖分开，所以把你们合葬了。你和暖暖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总裁刚查到，不让我墓园去了。什么？墓园？他去那儿干什么？走。姐，报应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他一心呵护的私生子出现了严重的排异现象，没有暖暖的血清可能活不了。可笑他现在还在疯狂找暖暖要血清，不过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自作自受，两头空。至于离婚协议，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达成所愿，斩断你和他最后一点联系，亲眼看他如何登高踏落，坠入地狱。月，你来这儿干什么？这谁的墓地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如你所见，你老婆和孩子都死了呀！你在胡说什么呢？我说，在你为了私生子把亲生女儿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就死了；在你害死了女儿还陪着小三母子的时候，作为你的老婆江雨安也死了。是你害死了他们。月，你非要往我的心口上扎刀吗？我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弥补过错，了却责任，目的就是为了无牵无挂的回到你们身边，跟你们好好过日子。
你哪儿来的自信？觉得不管你做错了什么，只要一回头，老婆孩子都会在原地等你？没错，曾经的江雨安是很爱你，即便你一无所有，他也肯不顾一切陪你吃糠咽菜，为你生儿育女。但人是会死的，心也是会凉的。在你一次一次用伤害和背叛作为回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雨安，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发誓，我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想要的财产，我也全部都给你，只是这是最后一次，只要暖暖的一些血情，就可以救小野的一条命。等小野好了，我就立刻和他们断绝关系，可以吗？晚了，婚非离不可，暖暖也绝对不会救你的私生子。雨安，你非要这么绝情吗？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让开！雨安，雨安！怎么了？他还是不肯交出暖暖吗？他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还给自己和暖暖做了个假墓碑，就是为了逼我妥协。那你就跟他离呀！他那个贱人那么铁石心肠，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么小的小孩他都不放过，他这么恶毒的女人，你留着他干嘛呀？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骂他呀？啊？是谁不要脸的爬到了我的床上？是谁偷偷生下小野？凭什么让雨儿承受这些啊？我原本好好的家庭被你这个贱人破坏成这样，你早就想让我离婚了吧？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这辈子只爱雨安一个人，我是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让开！云芷，云芷，云芷！小野，小野，小野怎么变成这？都怪你！当初明明配型成功的还有其他人，是你非要让咱们儿子移植暖暖的身子，现在排异这么严重，怎么办啊？够了！我怎么知道会这样？云池连他亲生女儿的肾脏都舍得，现在居然舍不得一个江雨安。我说什么他也不肯离婚，小野再这么耽误下去，会很危险的。那就再逼他一把。到底怎么回事？小野怎么突然间需要抢救了？医生说是因为排异反应引起的急性坏死。哎呀呀，看来云总还是没有生儿子的命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医院做体检，正好听到你儿子在抢救，就顺带过来凑凑热闹喽。不好意思，这里不欢迎你。咱俩斗了10几年，你知道我最大的王牌是什么？你没有儿子，就那个臭丫头片子，将来就算继任云氏，云氏最终也会落入他人之手。我本来以为你长着个私生子，云氏啊后继有人了，结果现在看来啊，要鸡飞蛋打。哎，我们走。阿芷，医生说小野不能再拖了，没有暖暖的血气，他就要死了。我求求你，你就答应小雨来的要求，跟他离婚吧。好，我和他离婚。云池啊云池，你注定成为我的
垫脚石。无论是你的公司还是我的儿子，你都得给我乖乖的奉献。想清楚了？是不是只要云池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你就会把暖暖交出来？还得他把名下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账户上才行。江源要是要资产的话，就给他。云池的资产虽然庞大，但更值钱的是他的公司。可是……别可是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救我们的儿子。要是儿子救不回来，就算云池的资产保住，你也一分都拿不到。好，我们答应你。等完事之后，你一定要把暖暖交给我们。当然。维持，你赶紧签了吧。月，我们非要闹到这种地步？少啰嗦，签字。阿芷签字啊！小野等不起了。等确保你名下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账户上后，我会把暖暖交给你。现在财产也都转到你的名下了，暖暖到底在哪？他在这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耍我们？我可没耍你们。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查呀。江源，把事情给我说清楚。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按照约定把暖暖交给你了。想见的话，去坟头上见。江源，江源，江源！林总，我已经和张医生确认过了，这份死亡通知单的确是他确认患者已经死亡之后由医院开具的。夫人不仅帮小姐消了步，就连小姐遗体的谈判记录都清清楚楚的。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一定是江源做的局。他到底花了多少钱穿透了医院这么多人？你的意思是说，暖暖没有死，是雨安在骗我？肯定是啊！暖暖死了，怎么会没有人通知你呢？一到要他救小野的时候，他就死了，怎么会这么巧？肯定是江源不让他来救小野。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是我的小女儿，她怎么可能就……一定是雨安在骗我，一定是雨安在骗我。这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为了阻止救人，居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诅咒。雨安，你搞出这么大的手笔，甚至不惜给女儿销户建坟，也要阻断小野的生路，你到底是有多恨我？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不行，我一定要找雨安问个清楚。先别不做这个事，不好了，女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小野，雨安，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为什么不听我解释？我明明最爱的就是你们。去找爸爸。爸爸，你看，暖暖，阿池，快来吃饭。来了。雨安，雨安，我后悔了，我不该背叛你，不该伤害你跟暖暖。你一定是恨死我了，要不然你不会不肯见我，你不会编出暖暖去世的消息来伤害我的。
云池，不好了，小野的排异反应越来越严重了，医生说如果没有血清，小野就完了。我们一起去求求蒋元好不好？我们去求他好不好？可是雨安他根本不愿意见我。不会的，他那么爱你，你还是暖暖的爸爸，只要去道歉，他一定会见你的。对，我认错，我去求他，我现在就去求他。雨安，你站住，别走！雨安，你们来干什么？雨安，我求求你，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让我再见一次暖暖？暖暖已经死了，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想见的话，可以去坟头上见，没有人会拦你。雨安，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给我讲话了？你明明知道你和暖暖是我的命啊！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总是做噩梦，我梦见暖暖血淋淋的躺在地上，我怎么叫都叫不醒，我的心都快要碎了。雨安，我知道你想抱我，但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怎么？你现在才开始受不了？你是不是忘了是谁把他亲手送进手术室的？你少危言耸听了，人少一个肾脏又不会死，就因为小野是云池的孩子，你就这么记恨他，宁愿编造自己的女儿假死也不肯救人，你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你所谓的同情心，就是不问自许，就是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家孩子的器官捐献库。人少了一个肾脏是不会死，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暖暖，你把她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算她能顺利走出手术室，她这一生也彻底毁了？雨安，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暖暖是我的亲生女儿，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这辈子我都会保她幸福安康的。她才5岁，就要拖着一副残破不堪的身子面对整个世界，哪来的幸福安康？但小野也是她的亲弟弟啊！他同意了吗？爸爸，我真的好爱爸，我要妈妈，妈救我！你们强行夺走他的肾，现在出现了严重的排异现象，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暖暖在为自己抗议，为自己报仇呀？装神弄鬼，满嘴胡言！就不信暖暖有你这么恶毒！你不就是记恨我和小野，打着暖暖的名义宣泄怨恨吗？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要是真让暖暖见了小野，说不定暖暖也愿意同意救人呢。好一个骨肉亲情，血浓于水！既然你们这么坚持，好呀，我可以让暖暖和小野见上一面，看看这对血浓于水的亲姐弟能谱写出什么感人的篇章。要是小暖同意的话，我也不会拦着。雨安，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不会的，傻孩子，手术很成功，排异反应暂时被压了下去。现在呢，你只要说服姐姐献血救你，你就能彻底好起来。姐姐会同意救我吗？只要抽这么小一管血，姐姐就能救你。她不会这么狠心的，毕竟你可是她的亲弟弟啊。来了。雨安，我求求你让我见见孩子吧。说好了，让你的私生子单独去见。去吧。小野别怕，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保持跟爸爸妈妈的联系，好吗？你在这看着点，我去拿点东西。
好。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万无一失。云池现在靠不住了，他很不对劲。如果云暖不松口，他应该很难再次强迫他的女儿救人。没关系，我把所有人手都带了。如果小野能说服那臭丫头最好，要是说服不了，我绑也会把她绑过来。就算抽干她身上所有的血，也得给我儿子续命。姐，姐姐，姐姐，怎么了，儿子？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张姐姐的照片，好吓人。看起来吓人，就赶快把它丢掉。妈妈。江雨安这贱人果然是骗我们的，他根本就没有把云暖带过来。现在该怎么办？月光，只能启动第二道方案。宝贝，你还记得妈妈之前怎么跟你交代的吗？妈妈。雨嫣，季言书带了不少人手聚集在附近，刚刚又突然来了一群记者，不知道想干什么，已经往你们那边来了。记者，禁言说，苏曼子，你们又想玩什么把戏？小野，小野，小野，你怎么了？小野，爸爸救我，姐姐要杀我。是姐姐把你推下来的。姐姐说叫阿姨不准爸爸有别的孩子，我就赶紧忍。原来唱的是这出戏。苏曼子，禁言说，你们连重病的孩子都要利用，简直不配为人父。小野，小野，江远，你怎么这么恶毒，连病重的小孩都不放过？天啊，听说是这女人把病重的孩子诱骗过来，还指使自己的亲生女儿作恶，残害幼童，还教自己孩子作恶，好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简直不配为人。江远，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你凭什么说是我做的？小野都伤成这样了，难道小孩会撒谎吗？他没说谎。那请问，把他推下楼的暖暖现在人在哪儿呢？当然是畏罪潜逃了。你不就是不想让他被拉去献血，所以才不准他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其实你早就安排好人，抱着他从后门溜走了吧？所以你还是相信他的说法了？江远，你真是越来越可怕了，可怕的我都快不认识你。这么小的小孩你都下得去手，你让暖暖背负伤害弟弟的罪名，将来如何自处？你还配做一个母亲吗？很好，我看你是疯了，你是真疯了！我现在带小野去医院，他但凡有个3长2短，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的。让开！雨嫣，这里安装那么多摄像头，你刚才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清楚啊？急什么？我们王牌在手，还怕他们翻上天去？总得看这群跳梁小丑怎么打自己的脸吧。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把情况说严重些。
已经处理好了，不过病人刚刚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排异反应。要是再拿不到捐赠者的血清，就很危险了。天哪，我可怜的孩子，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他？我求求大家为我主持公道！明明是同父异母的姐姐，却被她的母亲教唆下见死不救。她把我的孩子从楼梯上面推下来，也不至于情况一下这么恶化。医生都说了，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他还是不肯露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求大家帮我想办法，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当妈的狠心，这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要抽1管血就能救人，她非但不肯，还把自个儿亲弟弟推下了楼梯。看这母亲多可怜呐！把这事儿发到网上去，让记者同志好好曝光曝光。人肉那对恶毒的母女，我就不信没人制裁得了他们，必须让他们出来赔礼道歉，害的人就得负责。帮帮我吧！来一波热搜，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闹得全网皆知。我的孩子现在还在守着监护室。真是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啊！泯灭人性，令人发指。大家众志成城，集体人肉，一定要把这对禽兽不如的母女给揪出来，押去医院赔罪。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以为利用舆论压力就能逼我就范。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既然他们在医院开直播，走啊，咱们也是凑凑热闹。曼子，你这是做什么呢？这样会对暖暖和雨源造成不好的影响的，起来！阿诗，你不要再包庇他们了。我知道他们是你的前妻和女儿，你于心不忍很正常。但是我们的儿子也要死了，我只想要暖暖的一管血，难道这很过分吗？哎呀，原来那个见死不救的女人就是他前妻呀！那个小恶魔也是他的女儿，害人的和被害的都是他的孩子。这男人的态度真的很重要啊！许安姐和我插足了你们的家庭，抢走了你，但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要打死我也好，把我赶出云城也行，我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他们能不能放过小野？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天哪，原来是小三上位。不过说的也对，孩子是无辜的，成年人的恩怨祸不及孩子。怎么说也是活生生一条命，怎么能把怒火发在一个孩子身上呢？明明我都答应了他，只要小野病好了，我就带他离开这里。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明明我小野死了，他才甘心吗？太过分了，心胸这么狭隘，也难怪男人会背叛他。这么恶毒的女人，没有几个男人受得了的。你别胡说了，雨源不是这样的人。你还要去教雨源说话吗？不是他教唆暖暖把我们的儿子推下楼梯，不对吗？林总，现在所有网友都在关注这桩儿童伤害案。作为核心事件人，2位孩子共同的父亲，希望您能出来证实一下此次事件的真伪。请问您的前妻是否如这位女士所说，嫉妒成性，欲杀私生子而后快？还有您的女儿暖暖是否心肠歹毒，听信母亲所使，残害幼弟？我也很想听听云总对于自己的前妻和亲生女儿是什么样的评价。这恶毒女人，杀了人居然还敢出现！打死她！打死她！打死她！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若有罪，自有法律惩处。怎么，你们是打算仗着人多势众，滥用私刑吗？静一静，都静一静，我们正在现场直播，我们要以理服人。旁人道听途说，怎么理解都不重要。云池，我只想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认为和你相濡以沫、陪你走过风雨的妻子江雨安，她嫉妒成性，
欲残害你的私生子，还有你曾经许诺会保护一辈子的亲生女儿，你是不是真的认为她心肠歹毒，伤害幼弟？证据确凿，难道事实不就是这样吗？除了你和那个孽种的一面之词，哪来的证据确凿？云池，和你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满口谎言的小三，你到底要信谁？这可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啊！月儿，你现在都不交出暖暖，这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我已经把我全部财产都给你了，你还给我一张假的死亡证明，你不愿意接受小野，但你还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保证，太让我失望了。这么说，这位女士的控诉确实属实喽？蛇蝎心肠，天生坏种，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手，畜生不如，简直是！这种小孩长大了也是社会的毒瘤。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的妻子以前不是这样的，她之所以变这样，满怀仇恨和嫉妒，作为丈夫我有一定责任，请大家给她一些时间。至于我的女儿，她从小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她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作为家长管教不严。作为父亲，我替她给大家道歉，对不起。姐姐啊姐姐，看看你曾经深爱过的这个男人，口口声声说为你们承担，却句句落井下石将你们定罪，你识人不清，难怪最后会落得那样的下场。我本不想将事情闹得这么大，但你们非要逼我，那我就成全你们。你们不就想让我把暖暖交出来吗？远，你终于想明白了。云池，你还没有资格替暖暖道歉，像你这样的根本不配为人父。大家不是想让我给个交代吗？可以，明天我会亲自把暖暖带过来，给你们一个交代。那给小野先写的诗，等暖暖交到你们手上，想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事。太好了，太好了，小野有救了！笑吧，看你们明天还笑不笑得出来。是你们自己非要闹到全网直播的，但愿往后的凡事也要承受得住。蛇蝎心肠，天生坏种，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手，畜生不如，简直是！这种小孩长大了也是社会的毒瘤。我可怜的侄女，就算死了，还要遭人辱骂和冤枉。放心，小姨明天一定给你讨回公道。江玉安他到底会不会把暖暖带过来？江玉安，暖暖呢？你不是说了会把暖暖带过来吗？远，这么多人等着呢，你骗我一个人可以，总不能骗了大家吧？谁说我没把暖暖带过来？你把暖暖带过来了，暖暖在哪儿呢？江女士，你确定把女儿带过来了？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见她？我的确带她过来了，只不过在她和大家见面之前，我还有个问题想向苏曼姿女士求证。想问我什么？请问你确定昨天是我女儿亲手把你儿子推下楼梯吗？我非常确定，那天你借故让2个孩子见面，然后把所有人支开，怂恿暖暖行凶伤人。好，我没问题了。远，你就没有要辩解的吗？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这就让暖暖出来，亲自告诉你们，她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人呢？在哪？她在这儿。什么意思？这是遗像？难道说云暖已经死了？
这是市医院开的死亡通知书，云暖，女，因凝血障碍和术后感染因抢救不及时，于2025年7月2日晚11点05分确定死亡，享年5岁。不可能！月儿，暖暖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不允许你诅咒她。我知道你恨我，你可以打我骂我，但是你不可以诬陷女儿已经死了。你在逃避什么？云池啊，她活着的时候你不好好保护她，她现在死了，你又怀揣着那不切实际的幻想拒绝接受，否定她的死，就能让你的良心好受是吗？不可能，暖暖不可能死，只是捐了一个肾而已，捐个肾不可能会死。对啊，你一定是撒谎，这都是你伪造出来的死亡证明和焚化记录。不就捐了一个肾？好啊，云池，你果然是个好父亲。既然纸质版的证明你们不信，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明白。为了救他那个急性肾衰竭的私生子，云池不顾我和女儿的意愿，强行把暖暖送进了手术室，捐赠了他的肾脏。然而，暖暖本身就体弱，还有凝血功能障碍，做完手术后没多久就出了意外。因为他的一意孤行，我的女儿被他强行献祭给他的私生子，他甚至没能走下手术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当时满心满眼只有你的私生子。你知道暖暖为什么没能走下手术台吗？为了给你的私生子保驾护航，你把所有的医生都带走了，导致暖暖最后连被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你说你会做他的大英雄，你会保护他一辈子。你说你准备了最好的医疗团队，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任何危险和伤害。可到头来呢，你言而无信，甚至把他亲手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云池，像你这种人渣，根本就不配做暖暖的父亲。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把暖暖交给你吗？我现在就把她交给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暖暖，我亲手杀了我的女儿，我亲手杀了我的女儿，我亲手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云暖于手术那天当场死亡。请问昨日她是怎么亲手把你的儿子推下楼的？是啊，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害人呢？哎，你不是说是云暖推你儿子下去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小野看错了人。看错了人？你当大家是傻子吗？昨天你还说的有模有样的，连人家母亲的教唆你都说得清清楚楚。顾曼子，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计划很高明？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什么？别墅里有金人。喂，妈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张姐姐的照片，好吓人。看起来吓人，就赶快把它丢掉。妈妈。宝贝，你还记得妈妈之前怎么跟你交代的吗？妈妈。搞了半天啊，还是个小孩在自导自演，既没有拴，也没有伤着。原来教唆的就是他，真是贼喊捉贼！一个小三，居然把我们当枪使，让我们去对付那个可怜的原配，真是太不要脸！
恶毒透顶的女人！我只是想要救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暖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只是想要逼江源救人。逼？所以全世界都欠了你儿子的。你儿子需要肾脏，我女儿就得捐献。现在你儿子又要用血了，我们就又得妥协。所以我们的存在就得为你们服务和牺牲，是吗？你一个小三哪来的底气啊？不是的，云池，也是啊，你的底气不就是我的丈夫他给你的？比起你这个男人还要可恨千倍万倍。我江雨安这辈子最大的悲剧就是信了这个男人，爱了这个男人。10年相守，从校服到婚纱，从白丁到富豪，到最后没等来苦尽甘来，等来的是小三和私生子，是女儿被送往黄泉路。你爱过吗？如果爱，你怎么忍心背叛？怎么忍心一次次把我和暖暖舍弃掉？你信过吗？如果信，为什么你从来都站他不站我？我没有告诉过你暖暖的死吗？我没有告诉过你暖暖没有把你儿子推下楼吗？你信过我一次吗？雨安，对不起，请大家为我做主。我的丈夫联合他的小三，不但害死了我的女儿，甚至不惜动用网络的力量来泼她脏水，让她遭受全网谩骂，连死都不得安生。我请求大家还我一个公道，还我女儿一个公道。妈的，老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后继弃女，还倒打一耙，虎毒还不食子呢，女儿死了都还不放过，把我们骗得团团转，给他们当枪使，真是恶毒透顶！手动，别打我！别打暖暖了！暖暖！那私生子不是云池的种，而且他这辈子都不能再生的事，你不打算告诉他？还是说你怕他接受不了？怎么可能？楼嘛，总得一层层的塌，急什么？我答应了我姐要送她下地狱，她就别想爬。那今天就这样放过他吗？苏曼姿的狼子野心不适合现在就暴露，否则还怎么引出禁人书？我懂了，你是想看狗咬狗？害死我姐和暖暖的凶手，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现在怎么办？我的名声全毁了。还有暖暖那丫头居然已经死了，那咱们儿子的病怎么办？你说话呀！当初明明还有更合适的生源，要不是你坚持医治暖暖的身，现在怎么会这样？行了，别吵了。事到如今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会再想办法。不好了，不好了，总裁，昨天的晨期会对我们云氏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股票下滑严重，客户纷纷退单，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对我们进行辱骂，我们该怎么紧急公关？滚！我让你滚出去！爸爸，我最喜欢你。爸爸，我是不是你的小棉袄吗？爸爸，我要抱抱。暖暖，暖暖，是爸爸对不起你。雨安，你来干什么？
雨儿，我来给你道歉，对不起。不需要，请你以后远离我的事情，别再来找我。不，雨儿，我已经失去暖暖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可惜，你早就已经失去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晚了，你凭什么认为在你害死暖暖后，我还会回头？我也不想啊。我要早知道暖暖会死，我说什么也不会把她送进手术室的。现在暖暖已经没了，如果连你也不要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你干什么？如果你不原谅我，我就再也不起来了。想要我原谅，除非时光倒转，死去的人能够重新活过来。你愿意跪就跪吧。雨儿，滚！雨儿，雨儿，都是我的错，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雨儿，他还在门口跪着，他好像真的后悔。后悔有什么用？我姐和暖暖能回来吗？她要是愿意跪，那就跪死在这里。小野少爷情况很不好，抗排异药物作用很有限，他现在的气管衰竭得很厉害，最好是重新换肾。当时的另一个肾源真的已经没有了吗？你也知道肾源是抢手货，当初你选择了云暖，那个肾源就立刻出掉了。该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在短时间里面找到别的肾源很难，何况小野少爷也等不起啊。现在唯一合适的只有这个。云叔，想到办法了吗？找到了新的肾源，匹配度高达90%，比云暖那颗更靠谱。那这么说，小野有救了？但那肾源可不能白给，让云池拿他的公司来换。可他也是你的儿子呀！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的儿子，我怎么可能不救他？只是如此绝佳的机会，趁机敲诈云池一笔，岂不一举两得？靳总，您真要拿着肾源去换小野少爷？怎么可能？左右一个私生子而已，他也配。不过都要死了，就让这个弃子发挥一下他最后的作用。云池，云池，别跪了，快跟我走！别碰我，赶紧给我滚！云暖已经死了，你现在再后悔也有什么用？小野现在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他现在是你唯一的儿子了，你难道不管他了？我们找到新的肾源了，小野有救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走啊，快走吧！的确有个新的肾源，和小野少爷的匹配率达到90%以上。不过，这个肾源并不是通过我们医院渠道得到的，而且肾源也不在我们手里。那在谁的手里？在我手里。我们谈谈吧。你说，你要怎么样才肯交出你手里的肾源？拿你的公司来换？你开什么玩笑？那是我10年的心血。公司不过是身外之物，那可是你唯一的儿子，难道不值这个价钱吗？金叶叔，你趁火打劫，那还是个4岁的孩子。
咱俩商战这么多年，彼此不择手段，你就别跟我搞什么仁义道德那套。如果我说不能，那就没办法了。捐赠者在国外，而且只听从我的安排，你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到底是儿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阿池，你不能放弃这个圣子，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儿子。我怎么救？他要我的公司，那是我10年的心血。可小野也是你唯一的血脉了，我求求你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查到了，圣元是真实的，的确和小野少爷的匹配度很高。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联系到捐赠者，但是不管我们开多少钱，对方都不为所动，说是只听从禁言书的安排。可恶，这个禁言书是吃定我们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总裁，不好了，苏小姐真的闹自杀！别过来！慢着！你在干什么呢？别干傻事！把他放下！这小野都要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不是谁说小野要死了？这不是还有希望吗？你不是舍不得你的公司，你10年心血打拼的事业还没有儿子的性命重要，对不对？你已经死了一个女儿了，你还要眼睁睁的看着你儿子去死吗？他可是你唯一的血脉了，你果然和江雨安说的一样，冷血无情，不配当一个父亲。我还是去死好了。夏黄泉，我还能早点给小野铺路。我救还不行吗？曼子，我求求你了，别再逼我了，好不好？我答应金莲说，答应他花10年就是。我的股份都已经转让给你了，我要的东西也该给我了吧？这是器官捐赠同意书，捐赠人的全部信息和资料都在。接下来你自己理解。好了，现在公司是我的了，你可以走了。这些东西一并带走。这个可以防辐射，累的时候还能缓解眼睛疲劳。我给你选了安神的香。雨安，工作忙就总是累着自己的。雨安，公司也被禁言书拿走了，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是时候该慢慢收网。拿到了吗？这是最后一次，宋曼子，我对你和小野已经尽到了责任。等小野做完手术，我们就再无瓜葛。那你不打算管我们了吗？小野可是你唯一的孩子了。我想要的一直都是雨安和暖暖，可暖暖已经没了。暖暖没了，雨安还在。我要去找雨安。他已经和你离婚了，只有我和别再说了，不管离不离婚，我认可的妻子只有江雨安。我要去找他，求得他的原谅，哪怕穷尽一生，我也要尽全力去挽回他。至于你和小野，我已经为你们失去了一切，做的够多了。
患者这是急性肾衰竭，必须要进行换肾，还没有联系上捐赠者吗？联系上了，这是捐赠者的捐赠同意书。哦，好。不好了，捐赠人临时变卦，拒绝到医院进行手术。怎么会这样？临时变卦，这怎么可以？现在怎么办？怎么回事？签订器官捐赠同意书的是孩子的父亲，但是刚刚孩子的母亲以持有合法抚养权为由，取消了器官捐赠同意书。现在捐赠方临时变卦，手术没有办法进行了。患者这是第2次换肾，情况会比第1次更危急。如果3个小时内还不进行手术的话，估计神仙难忍也难救。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金言书，我去找金言书问个清楚。金言书，金言书，你给我的器官捐赠同意书怎么回事？为什么捐赠者临时变卦不同意捐赠？我给你的捐赠书是真的，但捐赠方自己反悔，跟我有什么关系？钱叔，你耍我！我工资已经给你了。我也很好奇啊，一个私生子的命，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竟然能让你做到这种程度？你知不知道，小野的病就算救回来，也只是个废人。小野这病是先天性的。即便换肾成功了，后遗症也多得数不清楚，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这一辈子都得依靠药物来续命。那就放弃治疗，用高尖端仪器保守治疗，就算不换肾，也能极大延缓小野少爷的性命。我们真的要放弃治疗？一个永无希望的废人，没有任何继续投入的理由。可他也是您的孩子。你记住，我有自己名正言顺的孩子。我发现啊，我都有点看不懂你了。明明江雨安和云暖对你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存在，可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苦都给他们吃，把所有的好都留给不重要的外人？是，我跟你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我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在意的人。来人，把这个人给我丢出去！金言书，你骗我！金言书，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没错呀，我就是来看你笑话。小野的亲生父亲把他视为弃子，不管不顾，毫无血缘关系的你却在这要死要活，看你蠢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你说什么？苏曼姿是靳元书圈养了7年的地下情人，小野是他们俩的孩子，你被他们俩联起手来耍得团团转，榨干了价值。你是说小野是苏曼姿和靳言书的孩子？病人的心率正在下降，必须得抓紧手术了。捐赠者还没来吗？金言书，你接电话呀！接电话啊！曼姿，云芝，你找到金言书？我问你，小野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小野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啊！放手！你给我等着！云芝，云芝！我要去做亲子鉴定，立刻马上走快速通道，我要立刻知道结果。知道小野的排异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吗？因为小野和暖暖毫无血缘关系。云池啊云池，你就是个十足的蠢人，为了仇人的孩子，
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玉树，不会的，不会的，结果不会那么残忍的，不会的，不会的。林总，鉴定结果出来了。不！我到底做了什么？爸爸，我真的好害怕呀！我要妈妈，妈妈家！楠楠，爸爸对不起你们。是爸爸害的。请节约顺便。小野，我的小野，小野。我们聊聊。看来就算是处心积虑掠夺别人的生机，也还是逃不过死亡的命运。你是来看我报应的吗？你早就恨不得小野死了吧？我没这么变态。他到底是个孩子，他的死我也很遗憾。那你找我来干什么？想告诉你一些真相。什么真相？知道晋元书找的捐赠者是谁吗？又知道为什么捐赠者会突然变卦吗？桑元朗随母姓，他原本应该叫晋元朗，他就是晋元书和原配太太桑婉的亲生儿子，只不过一直养在国外，所以你没见过。他和小野才是真正的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所以肾脏匹配度远远高于暖暖很正常。不过你认为晋元书真的会拿自己娇宠长大的婚生子来救你家这个私生子吗？没错，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捐赠桑元朗的肾脏。暖暖死后，晋野对他来说就是一枚弃子，他只是想利用你榨干云池最后一丝价值。不得不说，云池虽然对不起我，可他却从未对不起你。晋元书不肯拿桑元朗救小野，可云池却肯拿暖暖来救你。虽然他爱的不是你，可也算得上这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可你却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之中。晋元书这么对你，苏曼姿，看着我，就算是为了云池和小野，你也不该放过他。放开我！你要是想要钱，我可以给你。云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不这么做的话，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想看见我吧。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月，我求求你不要嫁给别人好不好？我们不是说过了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的吗？月，你只能是我的，你不能跟别人。我求求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滚啊！别碰我！你把暖暖害死了，还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做梦！月，我也是被苏曼妮和屈元书给骗了。我现在才知道小野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月，我
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要不然我活着有什么意义？雪，我知道你恨我害死了暖暖，我也很心痛。但是我们俩可以再次生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再把暖暖生下来的。月，我是爱你的，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月子，你这胎记好像云朵，又长在心口的位置，是不是爱我的痕迹？你讨厌！胎记呢？胎记呢？你不是雨安，你是谁？我当然不是雨安，真是可笑！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却过了这么久都没发现我不是他。我到底是谁？雨安呢？雨安呢？我是江雨安的妹妹，江雨嫣。我们是双生姐妹，只是因为父母离婚后，我随母亲去了国外，最近才回来。如果没有你害死暖暖这件事，我想我姐已经向你正式介绍过我。那你为什么要冒充雨安？他人呢？你不是已经见过他？他死了。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难道不知道，对一个母亲来说，失去孩子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什么时候死的？暖暖头七，也就是暖暖生日那天。如果那天你能按照约定回家，说不定还能见上最后一面。他怎么死的？跳海，在留下那份离婚协议后。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那是姐姐的临终遗愿。姐姐临死前最后的要求，就是送你下地狱。原本你也不是没有机会，姐姐早就知道小野不是你的孩子，也知道苏曼姿和靳元书的算计。她把所有的真相都放在了暖暖的灵位前。只要那天晚上你能按照约定回家看上一眼，你就会发现。可惜呀，最后的约定你都失约了。再告诉你一件事吧，婚检的时候，你查出来弱精症，姐姐为了顾全你的面子，谁都没有讲。为了怀上暖暖，那几年她吃了很多助孕的中药，孩子来的真的很不容易。不过这几年，你常年喝酒应酬，饮食也不规律，弱精症早就发展成了死精症，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也就是说，你杀死的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孩子，往后你就待在地狱，好好唱。金先生，有人举报你诈骗窃取他人公司，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没有，我没有，这都是诽谤。哎，你不能抓我，我没有违法。渣男。去死吧！帮我和云池道个歉，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哇，没想到啊，苏曼姿做这么绝，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对于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而言，这有多痛。禁言书这次算彻底玩了。没错，就算不死，下半辈子也只能再次遇。苏曼姿跟了他7年，知道他所有罪证，要不是他太绝情，想必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这就是他愚弄女人、坏事做尽的下场。喂，你看那人都在这坟头上跪了好几天了，这不会出什么事吧？喂，小伙子，你没事吧？什么？云池死了？听说会死在你姐坟头，他这样的死法也算是死得其所吧。这都是他欠我姐和暖暖的。他名下的那些产业，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打算以我姐和暖暖的名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用这些钱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好，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不过，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什么礼物啊？既然叔抢救回来了，不过成了植物人，他这一倒又牵扯出各项经家，公司迅速瓦解。我趁机将云氏集团收购回来。我想，这是你姐陪着云池打拼的天下，里面有她大量心血，你应该也不想让她消失吧？阿燕，谢谢。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我可是你未婚夫。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姐的仇也报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举办婚礼了？姐，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我也要结婚了。阿燕，她是个很好的人，要是她没有支持我，我也坚持不下去。在她的帮助下，所有的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你和暖暖可以安息了。姐，你放心，将来我会带着你的遗憾，幸福的过下去。